观众朋友们好，这里是大时局，我是王真。大家可能不敢相信，中国经济冷到什么程度？房市腰斩不稀奇，现在连阴间地产都扛不住了。殡葬龙头福寿园墓地均价从12万跌到6万多，直接腰斩，半年亏掉2.6亿，这还是头一回。不光如此，国酒茅台也保不住身价，飞天茅台跌破2000元，创下上市以来新低。KTV 10年倒掉8万家，现在连唱歌都要靠老人撑场，活着难，走了也难。从最后一口酒到最后一个墓，中国经济的寒冬真是无死角。就在这样的背景下，更离奇的一幕上演了：小企业和高校干脆不靠制度，直接悬赏50万，公开悬赏举报法官、副市长。有人说这是小虾米挑战大鲸鱼，也有人说是人民绝望下的自救。这背后的真相，我们今天就来拆给大家看。内蒙古事情的来由是这样的：一家名为一恒小额贷款公司的企业公开发公告，直指内蒙古高级法院的2名法官，原王法裁判案件审判长、信访处处长付建斌和审判员康凯。公告明明白白写着，只要能提供这2人行贿受贿等违法违纪行为的确凿线索，一旦查实，奖金马上到账。如果最终导致纪检或司法部门启动刑事追责，线索提供者可领30万元人民币。如果只是行政处分，比如降级、开除，那也有5万元。然而故事还没有结束，这家公司显然不是来玩票的。几天后又补了一刀，发了新声明，加码悬赏，刑事追责线索奖金直接拉高到50万，行政处分的奖励翻倍到10万。同时还立下军令状，所有信息提供者，我们严格保密，信守承诺。公司在公告中还特别强调，这不是私人恩怨，而是坚信正义虽止必至，要维护中国法治环境，清除政法系统的害群之马。目前公告已经被知名时评人蔡慎坤转发到 X 平台，引来大批网友围观热议。刚才讲的还不是孤立， X 平台上还有一则消息，石家庄理工职业学院也豁出去了，近日同样发出悬赏公告，最高奖金50万元，征集石家庄市副市长刘军志、桥西区委书记孙鹏云等人的违法犯罪线索。这事又是怎么闹大的？根据爆料，这个学院隶属港股上市公司21世纪教育。去年8月，学院因为和孙鹏云、刘军志等的王法决策纠纷，被收走公章，冻结账户，资金链瞬间断裂。今年3月15号，上市公司无法正常运营，只能宣布停牌。7月初，石家庄市工作组再出狠招，要求法院强制学院申请破产重整。学院提出异议，理由是资产优良，不符合破产条件，但工作组不予理会，直接让市属国企接管校园，驱逐后勤员工，导致大规模失业和欠薪，以及社保断缴。学院管理层进一步提出异议，结果更离谱，被公安抓捕拘留超过1个月。一句话，从冻结资金到强推破产，再到国企硬接管，最后连管理层都被送去喝茶。整个过程听起来很像一套完整的打劫剧本。走投无路之下，石家庄理工职业学院开始反击，选择了民间必杀技，出钱悬赏。只要能提供上述官员的违法违纪的确凿线索，一经查实，最高可获50万元奖励。对信息提供者承诺严格保密。太阳底下终于出了新鲜事，在中国，老百姓上访无门，常常被拦截、被打压。网上举报动不动就404，去找媒体，媒体也要看官老爷的鼻孔说话。于是民间干脆自己玩一出，不靠上头，不等制度，直接出钱悬赏，靠社会舆论和民间力量，把疑似贪腐的官员推到聚光灯下。这在官大于法的环境里，确实算是新鲜事。这2起事件如果属实，都是民间机构直接挑战地方权力。有人说这是小虾米对抗大鲸鱼，有人担心这都是胆子太肥，
怕是撑不住来自官场回击的压力。还有人笑，看来这法治环境真好，已经逼得企业用江湖规矩来要公平了。下一步是不是要众筹抓贪官？也有人感叹，当老百姓无处申冤，当老百姓没有正规渠道跟官员对抗，就只能另辟蹊径，悬赏、曝光、网络公开信等就成了最后的出气筒。但在大陆官官相护的大环境里，事件的最终结果会怎样，还要继续观察。就怕真正闹大了的时候，反倒是举报人被打压，被秋后算账。这一切到底是太阳底下的新鲜事，还是人民绝望下的自救？表面看这是小企业挑战大官场的新鲜事，但深层看其实是制度失灵下的一种民间抗争，自然显得格外刺眼。说到底，这两家公司为什么敢豁得出去？恐怕不是因为胆子大，可能是因为没退路。在经济寒冬里，小企业活得比谁都艰难。官司一旦遇到黑法官、黑实力，就等于逼上绝境，自己辛辛苦苦挣的血汗钱就会血本无归。本来市场环境就够冷，生存艰难，还要背着权贵压顶，于是他们干脆花钱悬赏，也好过默默等着被割韭菜。这两场悬赏风波，把镜头拉远，你会发现背后有一条主线：经济寒冬。今天的中国经济寒冬无死角，冻到每个人骨缝里。有钱的在跑路，没钱的在躺平，小企业则在夹缝里挣扎。当环境失序，当制度给不了安全感，当经济给不了活路，人们只能自己动手，刀口舔血。刚才说到中国经济这波寒冬真是没死角，房市冷，股市惨，连大家以为永远不倒的行业殡葬业都扛不住了。龙头企业福寿园集团公布最新情报，写着2025年上半年营收6.11亿元人民币，比去年同期大跌 44.5%， 直接从正数掉到负数，亏掉2.6亿亿元。这可是自2013年上市以来第一次由盈转亏，这对过去以暴利著称的福寿园来说，简直是晴天霹雳。墓地价格也不再高高在上，均价从12万元跌到6.3万元，直接腰斩。最核心的上海市场收入更是暴跌 54%。福寿园1994年在上海起家，是最早闯进殡葬业的民营企业之一，主打中高端客户，业务扩张到全国40多个城市，曾经一路开挂。2010年营收 3.5 亿元，2023年营收飙到 26.28 亿元，净利润最高年接近8亿元，被视为阴间地产的金字招牌。但拐点出现在2024年，那一年净利润剩下 3.73 亿元，比前一年腰斩 52.8%。到了2025年，寒冬彻底降临，墓园也卖不动了。福寿园的命脉在于墓园服务，这部分占收入80%。结果今年上半年，墓园收入只有 4.77 亿元，比去年再跌 47.35%， 直接拖垮整体业绩。换句话说，阴间地产也陷入库存积压、价格战的尴尬境地。不仅是福寿园，同行的万同源、安贤园等上市公司也同样陷入营收下滑甚至亏损。那么为什么连不败行业都败了？外媒分析得很直白，中国整体经济持续下滑，消费者尤其是中产对未来越来越没有信心，花钱格外谨慎。殡葬行业虽是刚需，但能办就行，不求豪华，成了市场新常态。一名福寿园的销售员透露，如今最常听到客户的回答就是钱不好挣，办个丧事就行，没必要追求高档墓位。这句话刺痛的不只是殡葬业者，也是整个中国消费市场。当连往生的面子工程都缩水，意味着消费降级已经渗透到人生的最后一程。福寿园的业绩崩塌，说明中国经济的寒冬已经彻底无死角，房地产冷到骨头，股市缩水到心慌，连殡葬业这种稳赚不赔的行业都跌到见红。当阴间地产都不保值，这不是玩笑，而是现实版的经济警钟。福寿园亏损的新闻一出，网友的吐槽瞬间爆棚。
几句话直接点破了中国经济的荒谬现状：活着买不起房，死了买不起墓。以前是阴宅胜阳宅，现在是阴宅也崩盘。房价跌了，股市惨了，连墓地都腰斩。这叫从生到死无缝降级，能省则省，活着穷，死也穷。经济寒冬全程陪伴。福寿园的血亏已经证明，连阴间地产都凉了。在放眼阳间，日子同样难过。茅台售价一路下跌，国酒都压不住市场的寒意。昔日夜夜笙歌的 KTV 也在一间间的关门大吉。从最后一口酒到最后一首歌，中国消费的每个场景都在降温，寒气一路渗透进生活的细缝里。中国经济寒冬有多冷，看一眼茅台就懂了。这瓶被视为硬通货的国酒，如今也挡不住寒风。25年飞天茅台在多家电商平台价格一路探底，低至1700元一瓶。据今日酒价数据，25年飞天茅台批发参考价3瓶1770元，创下上市以来新低，早已突破每瓶2000元的心理防线。茅台虽然还是硬品牌，但按照现在的曲线走势，完全是断崖式下跌，茅台的硬气已经不在。在中国人的餐桌与人情社交里，茅台曾是刚需中的刚需，是身份，是面子的象征。如今茅台惨跌，这不是酒的问题，而是消费降级的冰冷现实。当国酒都保不住价格神话，意味着经济寒冬已经冻到深层。经济寒冬，连全民嗨歌的圣地 KTV 也逃不过。官方数据显示，2025年5月，全国 KTV 仅剩 3.94 万家，而2015年还有12万家，10年里超过8万家倒闭，其中包括不少响当当的品牌。生意如此难做，看来大陆的 KTV 是唱不下去了，而且年轻人早已不爱 K 歌，反倒是60岁以上老人撑起市场。为了生存，传统 KTV 只能疯狂打折，甚至跨界加餐饮、桌球、剧本杀，但效果有限。网友们对此一针见血，以前没房贷没车贷， KTV 唱到天亮，现在压力大，唱一下午歌，加了一套卡拉 OK 就直接唱没了。现在把今天讲的总结一句话：从活人到死人，从茅台到 KTV， 经济寒冬把娱乐、消费、面子工程全线冰封。墓地、茅台、KTV 现在全趴了。前面讲了几个代表性的行业，其实中国经济整体是踩了急刹车。据国家统计局9月15号公布数据显示，8月工厂产出增速降到1年来最低，零售额跌到9个月低点，经济活动全面放缓，幅度超出市场预期，疲软态势愈发明显。此外，中国房地产市场再度恶化，房价、投资和销售全面走弱，多个行业投资同样出现大幅萎缩，涵盖制药、机械、化工原料制造以及教育和医疗保健等领域。基础设施投资一向是中共在经济下行时的传统救命稻草，但今年前8个月的增速却仅剩 2%， 还是创下新低。与此同时，随着设备与仪器采购需求降温，制造业投资也开始放缓，显示政府补贴推动的旧设备升级效应正在快速减弱，就连消费端也难言乐观。家电、家具、通讯设备等补贴重点品类的销售额8月同样出现下滑，进一步凸显整体经济的疲态。当人民只能靠悬赏反腐，当经济全面陷入冰河，这不只是新鲜事，这是时代的警钟。这里是大时局，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，请订阅、分享并打开小铃铛，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，在黑暗中点燃希望。